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讲讲娘炮啊，娘炮，因为今天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啊，批娘炮啊，娘炮呢，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跟两件事有关啊，第一个跟这个电视文化有关。第二，跟这个中共的文化体制有关，所以这两件事情我都有一些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讲讲这个主题啊。那么这个应大家的要求，我们把这个小熊猫让它跟大家见个面，因为好久没见了啊。网信办现在在打饭圈啊，饭圈文化，饭圈文化其实就是粉丝文化，或者叫追星文化。为什么要打击这个追星文化？因为这些饭圈粉丝们现在组织能力非常强，一呼百应，一呼百应，随时可以调动几万人，所以这个中共很害怕，很害怕这种一呼百应的组织，所以他打击这个饭圈。中共就一直对所有能够一呼百应的组织都要予以打击，跟你对做什么没有关系，跟你是谁没有关系，跟你做了什么没有关系，他总会找到打击你的理由啊。然后呢，现在呢就开始批娘炮啊。光明日报8月27号发表一篇文章，叫《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遏制》啊。这个作者叫陈先义。这个陈先义呢，原来是解放军报文艺部的副主任啊。他写这篇文章，他说这个娘炮形象近年来在娱乐圈愈演愈烈，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啊。因为他不喜欢啊，有领导不喜欢，油头粉面、A4腰、娇柔造作、兰花指啊，扭捏作态，那么这个撒娇卖萌啊，那么由这个影视制作机构啊、经纪公司啊、商业包装啊，然后市场运作，成为很多青少年的这个偶像。那么电视剧什么题材都上什么叫花美男，花美男就是小鲜肉啊，也不管他这个跟角色匹不匹配，演技怎么样，艺德怎么样啊，就上这个花美男。然后男艺人和男性应该这个浓妆淡艳抹，衣着妖娆，雌雄难辨。然后还指这个剧本中应该刚阳成熟、正气的形象变得幼稚，叫邪魅啊。那么一些明星为了保持自己的商业价值，刻意提高这个知名度，炒这个私生活，炒作绯闻，蹭热度啊，引导这个粉丝投票啊，这个刷榜，甚至挑起粉丝之间的争端。还说这个青少年价值观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啊，要引导他们这个人生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啊，使社会文化审美健康发展啊。那么大概就是一篇这样的文章。那么现在网络影视发展，这个偶像，那在所有的文艺现象当中，通常我们把这个明星分成两类，一类叫偶像派，一类叫实力派。实力派演技为主，偶像派主要是脸蛋为主啊。那么娘炮呢是偶像派的其中一个分支啊，就是比较女性化的一种这个角色啊。娘炮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哈？娘这个字呢，就是广东话了。广东话有一个字就叫娘，娘是什么意思呢？娘它发音是娘往上走啊，娘的意思就是比较女性化的打扮啊，女性化的打扮，女性化的举止，但它并不一定指她是同性恋啊，它主要是讲她的行为比较女性化，或者打扮比较女性化，或者是说这个人长得比较俊俏，长的样子像女性化，也可以这么说啊。或者是说讲话比较嗲里嗲气啊，普通话叫嗲里嗲气，也可以讲成娘啊娘。
那么娘炮的一些特征啊，当然跟我们正好相反，比较瘦啊，肯定得瘦啊。那么然后就是长得比较瘦弱，然后这个五官比较细致啊，然后就是这个气质方面真的比较女性化一点啊。所以娘炮有哪些哈？老实讲呢，我就全部都不认识啊，我只认识鹿晗啊。鹿晗是曾经江西有一个省长，是他的侄子。鹿晗是这个省长的侄子，那个省长也姓陆新社啊，陆新社是他好像是他的侄子，我印象中鹿晗，这个我知道一点。其他像什么朱正廷啊、蔡徐坤呐、我就不知道了。其他的我还知道一点，像吴亦凡我知道啊，李易峰我也知道，杨洋不知道，黄子韬就不知道。网民都说他们是娘炮啊，娘炮有粉丝打搭的有啊，然后娘炮们其实也是蛮努力的啊，坚持锻炼身体啊，天天向上啊，然后这个注意形象啊，保持形象啊，然后这个天天发朋友圈啊，各种秀啊等等，很认真啊，其实很认真。我以前曾经听过，在网上听过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这跟娘炮也有关系啊。好，那么娘炮这个，2018年到现在啊，三大平台累计推出10档偶像选秀节目啊。那么所以呢，为什么会出现饭圈啊，出现其他的偶像市场的发展，跟这个三大平台的这个选秀节目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其中腾讯是创造营4，然后爱奇艺是青春有你3，优酷是超星团啊。这3大平台其实参加这个选秀的、参加活动的大部分都是打扮精致的娘炮啊，小帅哥啊。那么今年还有3档偶像选秀节目啊，准备要播啊，分别是优酷的亚洲超星团，爱奇艺乐华娱乐的这个下一站出道啊，下一站出道，还有湖南卫视的探星行动啊。然后就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8月25号在北京开了一个中国视协电视艺术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航风建设工作座谈会。这个一说道德的人呢，通常就没啥道德的。一个道德的社会不会天天讲道德。然后这个爱奇艺的这个 CEO 就在说，他在会上表态，说我们要取消这个偶像选秀节目啊，这意思就是这个娘炮文化，他们要开始表个态。那么准备取消这个偶像节目的投票环节。其实投票环节很重要，投票环节是这个网友介入这个选秀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像当年的这个快女，快女火起来靠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投票。当年因为没有那个手机互联网，当时是短信投票，那短信投票不得了。后来就是取消投票环节，就是我印象中好像中宣部让他们取消投票环节。那当年这个快女的这个投票，说是光投票的这个分的这个账就是过亿，你想得多少钱？那个时候投票那个发短信还得1-2块钱啊，印象中。说爱奇艺会逐渐取消，先把现在的这个网络投票环节取消，然后逐步取消这个选秀节目。然后这个腾讯跟优酷就没表态，当然是来的不是领导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啊。那
那先我们讲讲这个为什么这个娘炮为什么走红？娘炮走红当然很显然是因为有小鲜肉啊，娘炮其实前身我们通常叫小鲜肉啊，小鲜肉怎么来？就说你以前你看在电视里面看我们都是浓眉大眼啊，这个男生浓眉大眼，女生就是这个秀气啊，叫秀气大方啊。那么慢慢的你可以就发现，哎，这个男生越来越这个秀气了啊，越来越秀气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这从哪里来？这从电视剧来啊，电视剧来。电视剧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女性化的男生，或者是我们叫小鲜肉，就长得帅的小男生啊？它跟电视剧有关啊。电视剧90年代中期，中国电视行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这个改革叫什么呢？叫制播分离啊。制播分离是什么意思？制播分离就是电视剧或是电视内容的制作和电视剧播出的环节，这两个环节分离。电视台负责干什么？电视台负责播出啊，然后电视内容的制作主要是电视剧的制作，那么由电视机构去拍，或者电视片的拍摄机构啊去拍啊，那么就制播分离，制播分离就跑出来了一大堆这个制作机构，那么制作机构然后就拍出很多片子，拍了很多片子呢，电视台就去买，电视台去买。然后就这么就一直发展下来，这发展下来呢，就慢慢的就聚集，电视市场就开始往那么中国电视剧主要的有实力的电视台都是什么？我们叫上星台，就是上卫星的台，因为上卫星的台才能够落到全国的这个有线网络啊，所以上星台其实就是全国电视台。能够进入全国市场。那么上星台全国基本上每个省一个，但广东省有2个上星台，也就是这些上星台呢，也开始集中啊，集中像什么，像北京啊，像湖南卫视啊，上海东方啊这几个啊，像这个江苏卫视啊，浙江卫视啊。广东卫视现在这2年也不大行。广东其实是电视文化发展不起来。广东电视文化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香港电视文化太发达，所以广东人都在看香港电视，所以香港电视帮广东有线挣的钱，所以广东电视发展不起来，因为广东人都不看广东电视，都在看香港电视，所以你旁边有一个很强大的。你自己就发展，所以广东台起不来，广东起来，但是广东有线网络就是香港的电视台，帮整个广东省的有线电视挣了一大堆的钱，这就是盗版的钱啊。我们再讲回制播分离，电视台原来有电视剧部啊，原来是有个电视剧部，我在电视台的时候就有个部门叫电视剧部。电视剧部是专门出去拍电视剧，拍各个自己电视台的电视剧，但这个剧就拍得很烂，因为你没有很多的制作费，没有很多制作费，你当然拍不了多少靠谱的片子，所以原来的这个片子的水平都很烂。制播分离之后，电视台呢就去跟这个制作机构去买片啊，好，这个就问题就。所有的事情从这里开始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去买片子的，我们叫采买机构啊，就是电视台就变成了甲方，因为他掏钱去买电视剧，掏钱去买电视去买电视的这个电视剧的这个人，我们叫采买机构的负责人，通常都是大妈。年龄最小的不会少于45岁，通常都是大妈。为什么？为什么是大妈？
因为这个岗位呢，第一个很重要，你想一下多大的事儿啊！这个一个电视台播一个电视剧，帮他挣很多钱，这个电视台大部分钱都是靠播电视剧挣来的钱，所以这个岗位很重要，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甲方，他掏钱，这个拍电视剧的人那个的这个像大爷一样哄他，各种哄他这是第二个，很爽，他花钱的人很爽。然后呢，还能挣钱，捞很多的钱。这个一个电视片多少钱？我拿多少回扣？我拿这个大妈拿的回扣比小鲜肉拿的还要多大家别以为都是他自己拿，不是的还有一个，就这个岗位虽然很重要，但专业性不强专业性不强。所以呢，这个岗位通常被电视台的领导或者广播电视厅的领导拿来安排谁呢？安排他老婆干。你想一下，电视台的领导的老婆，她能年轻吗？不会年轻的，因为你熬到电视台的台长，那怎么着也50、60岁，或者广播电视厅，那怎么着也都50、60岁。那你说他老婆能年轻吗？也不会年轻，都是大妈。好，大妈喜欢什么？大妈喜欢小鲜肉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小鲜肉，娘炮文化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共产党自己。共产党自己的老娘们儿培养了小鲜肉文化，所以在全国电视台，你看到的节目，要么就是刘老根儿要么就是小鲜肉那么小鲜肉跟就是大妈采购电视节目的时候，上来就说我要鹿晗，你不安排鹿晗，我不买。那你这电视机构怎么着？赶紧去找鹿晗签个合同来拍吧，来管他什么角色不角色，什么合不合适不管，直接就上鹿晗，只要他肯播，鹿晗肯来，好，那这个片子就靠谱了。所以通常电视制作机构必须在电视台肯买的情况之下，他才会去拍，否则他钱不白扔了嘛。但是翻过来，你不把鹿晗签下来，我是不会买的。于是就出现了轮流出现了什么吴亦凡鹿晗这些小鲜肉们就排着队就上电视台就拍电视剧去了。那当然，这个电视剧要拍电视剧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妈们也不能闲着，时不常的还得去探班，对吧？看看小鲜肉，小鲜肉得陪也得陪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拍完之后，然后剪，然后卖，然后这个给谁播，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最关键的就是2个人，一个是小鲜肉，一个是大妈完了以后，就剩下的事情，就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那个小鲜肉的身价，这个肉价问题。肉价问题现在都是亿起步了，通常三五十集都得过亿了。但是这个过亿其实小鲜肉拿不了，大部分是大妈分的，大妈拿大头，小鲜肉拿小头。完了以后，当然这里面还得阴阳合同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看一部电视剧制作费1.5亿，康昌中间来一刀1亿给了小鲜肉跟大妈，剩下的制作费5000万，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这些偶像剧，它的制作会大量的使用什么呢？大量的使用特技。为什么？因为没有制作费，制作费全给拿走了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嘛。所以你可以看小鲜肉的特点是什么？小鲜肉的特点就是电视剧市场有号召力，
但是在电影市场没有号召力。为什么？原因是电视剧现在还在看电视剧的全是大妈，就是电视台采买的人是大妈，然后在家里看电视，控制遥控器，把遥控器抓到手里的，不是大伯是大妈。就通常你去看一个家庭里面，这个主导在40岁以后，基本上这个家庭的主导权都在大妈手里。这个老爷们儿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所以老娘们儿的这个家庭控制能力就越来越强。所以呢，这个40岁、50岁基本上就全部被老娘们儿控制了这个家庭，然后呢，遥控器就在他手里，他就看什么小鲜肉，这就是小鲜肉的市场主要在电视剧市场，它在电影市场没市场，在电影市场号召力不行。我讲的不是现在啊，我讲的是小鲜肉这种文化兴起的时候啊。完了以后呢，因为当时的电影市场主要还是年轻人，年轻人那个时候小鲜肉还没有那么这种文化还没有那么渗透的这么厉害，然后这就慢慢的就小鲜肉开始被逐渐的包装成型，然后就像什么呢？就开始向年轻人市场渗透，就是小鲜肉慢慢的渗透成为什么娘炮文化。所以没有大妈就没有小鲜肉，没有小鲜肉就没有娘炮文化，大概就是这个过程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如果中共要批这个娘炮文化，其实他要知道娘炮文化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的自己的老娘们儿啊，这个培养出来的。那么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当年的这个，比如说在中国的电视市场，这种像刘老根现象，就是这个赵本山，赵本山代表着东北啊，东北的那种文化啊。赵本山的背后就是薄熙来，薄熙来倒台之后，赵本山就完蛋了，所以赵本山突然在中央电视台不见了，然后慢慢的这种娘炮文化就开始占领这个市场。当然，你现在随着这个电视剧开始没落，电视剧的没落的原因是因为电视的收视率下降，电视收视率下降，因为大家都不看电视了。北京，我印象中5年前北京的开机率北京市的开机率已经低于10%，就是北京市有电视机的人，10个人只有1个人打开电视，叫开机率。那你想，北京开机率只剩下10%了，你说这电视还不完蛋吗？肯定完蛋。所以整个电视行业在没落，电视行业没落因为大家都放弃看电视，大家都在什么？都在手机上，所以就跑到网络上去，那这个网络最火的是什么？网络最火的就是碎片化的消费方式。那么什么脱口秀就开始跑出来，脱口秀跑出来其实是对电视文化的一种这种淘汰，它不再依靠，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影视制作的机构已经不再依赖电视台了，那就开始自己在平台上，主要是这几个平台了，像什么腾讯啊、什么爱奇艺啊这几个平台，优酷啊三大平台。像脱口秀这些节目就开始跑上去，所以电视台就慢慢的就在衰落当中。所以呢，这种原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这种电视文化，就是官方电视文化，就开始受到这种网络的冲击，所以他们现在又要开始去占领网络了。实际上中共现在掌握的这些媒体都在全面的没落。那从电视到报纸到杂志，报纸杂志基本上现在
就是剩下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政府在给钱养着他，然后他基本上自己活不下来。电视台应该全国不会还能够挣钱的或者打平的，应该不超过5家都是要花钱养着的。所以中宣部的这个势力就开始衰落中宣部的势力开始衰落，因为中宣部就管传统媒体而这个网信办跑出来，所以中宣部要想办法控制这个网信办，但网信办是习自己安排，习安排自己的人去干的，所以网信办现在你像网信办现在自己都有秘书局了，等于说它飙得多快，非常的大，所以中共现在就用网信办是全面去控制舆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网信办，网信办就是抓平台，抓各个平台，所以基本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网友爆料，央视其实从2018年开始就不再邀请所谓的说娘炮艺人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叫娘炮，那个时候还叫小鲜肉小鲜肉。完了以后，陆陆续续的，中共是反感娘炮中共的这个文化特征是八大样板戏。其实你看中共的文化特征，它一直就没有跑出过2样东西中共的文化特征就是2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八大样板戏，八大样板戏是有仪式感是有仪式感八大样板戏后来又在文革的时候把那个原来叫什么东方红这些给灭掉了，后来东方红又重排，但是其实东方红还是跟样板戏是差不多，它同样的文化特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宣传画，中共的2个文化特征，一个是样板戏，一个是宣传画，就是那个这个王杰这些我一个朋友他收藏了很多这种宣传画，这种宣传画其实就是中共的文化特征。这个文化特征里面，娘炮正好是宣传画的反面对立面，所以中共一定会反对娘炮，一定会反对娘炮。它其实娘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呢？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所以你看现在娘炮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动，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躺平，它有点像躺平，就是中共的文化特征，我讲是像宣传画就是宣传画或者是样板戏，它的正对面就是娘炮，就正好是他不喜欢的东西。这跟躺平的这种反动是一个属性，所以中共不喜欢它，道理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个文化特征是比较有趣的，就是郭德纲的德云社这个非常的有趣这个我们找个时间好好的聊一下。你看郭德纲的德云社有3大特征第一个叫非建制这个郭德纲出来以后，他火了以后，他原来的这个相声界对郭德纲进行围攻，为什么？他不是建制，他是野路子，就是不是中共的这个体系不是中共的体系，他自己搞一个剧场，自己来卖票，自己讲，然后网络上疯传，他是靠的是非建制，这是第一个非建制。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不扎堆，不跟他们在一起，不跟他们玩。其实他是想跟他们玩，只不过别人不想跟他玩，不理他。但是他就怎么着呢？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搞火了，就是不跟这个建制玩，然后呢被孤立。这个被孤立的情况之下，他反而活下来了。以前很难，以前你没有原有的这个演出平台，
原来的演出平台靠的是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央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保持你的知名度啊，你所有的相声演员，你不像春节联欢晚会，你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你没有知名度，你必须靠春晚来保持知名度，就是我们叫播出平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演出平台，你春晚一年一度，那你通过什么样的演出平台去实现你的价值 deliver 你的价值，他不靠他完全不靠，他自己搞个剧场，这活下来了。所以他这三个特征，一个非建制，第二个还火了，第三个他有自己的演出平台，他根本就超越了他，最后是春晚没办法，因为实在太火了，还得找他去。就郭德纲的这个现象，德云社这个现象是什么呢？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毒花，它是社会主义的异类啊。然后就是赵本山，其实也挺好玩。赵本山代表了这种东北的草根文化啊，其实郭德纲也是草根文化。郭德纲是代表这种天津、北京这个圈子，这个京津的这种文化圈啊。那么郭德纲代表东北啊，他背后就是薄熙来。所以呢，薄熙来在的时候，就是当他的这个文化势力非常的强。然后还有一票是什么呢？还有一票就是央视，央视以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叫什么？康师傅，康师傅大家知道是谁啊？康师傅那一票政法系的一票支持的，所以其实你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人，背后都是有人的。没有人的话，他上不去的，因为电视屏幕呢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啊，一般人上不去。好吧，我们大体上今天我们就，因为是周末，我们之前从周一开始天天硬菜，我们今天讲个稍微软一点的文化现象，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轻松一点。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再推荐一下我们的 Patreon， 如果大陆的网友翻墙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 我们的 Patreon 的里面的音频节目是不用翻墙啊，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好，观点，小鲜肉前身就是奶油小生，80年代唐国强，见过唐国强吗？唐国强真是奶油小生，那皮肤真的那皮肤真好，没见过这么好的皮肤啊。奶油小生这个词儿讲的就是唐国强，当时陈冲和唐国强一起拍孔雀公主，刚出道的唐国强本来俊秀，一脸白面书生的模样，因为爱吃奶油，所以陈冲就冲他喊奶油小生啊。这些演员呢，真的唐国强是真帅，也是真奶油，也是真，但是他和小鲜肉是不一样啊。虽然他看得过去是奶油小生，但是他不女性啊，他不女性，所以奶油小生跟小鲜肉跟这个娘炮，我觉得是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啊。观点：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男子当属西晋潘安。西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渣的王朝，直接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时代。当时社会失去蓬勃向上的气势，处处充满了浮躁的时候，人们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娘炮只是一个现象。五胡乱华，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很开心哦，然后那个时候的最不高兴的就是帝王啊，五胡乱华，什么渣啊，
这都是帝王写帝王史的人，不高兴的时代。但是那个时候，中华文化非常发达，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从这个帝王的历史、帝王史观，把它慢慢的把这个视角慢慢的换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不同的历史啊。西晋，西晋，你说它渣，当然所以就从什么角度来说，观点：社会城市化后，男艺人女性化必成趋势。外国的大卫·宝儿、泽田研二、香港的张国荣都红得发紫。怎么说呢？我前面这个标题呢叫“乱世出英雄，盛世出娘炮”，这是谁说的呢？这不是我说的，我是抄别人的，借用了。你去搜一下，这个百度的这个词儿"娘炮"这个词儿里面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评论娘炮，上来就说了这一句话，我就把这句话借来一用。盛世出娘炮吗？盛世啥都出啊，盛世啥都出，盛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它为什么成为盛世？因为它包容。一个盛世的特征是什么？盛世的特征就是包容性。那么盛世是不是出娘炮？我不知道，但是出娘炮不一定就是盛世，理解吗？那么娘炮，它不是一种，它不仅仅是审美，它更多，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文化现象啊。这种文化现象，大家知道，我们审美也好，文化也好，它的光谱，在一个点上会慢慢的散开，散得越开，说明这个社会的容忍性越高，包容性越高。经济成长，然后这个社会文化开始兴起，文化开始兴起，它就会逐步的变得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是拓展人类宽容、包容心态的一个前提。那么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它永远要消灭敌人啊，永远消灭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它只保留什么呢？我刚才讲八大样板戏和宣传画这种文化，它可以接受，除了这个以外，全部都要消灭，所以它就不包容。就它其实它消灭一种文化现象，后果是什么？后果会让中国人不包容，就不能够接受异类和自己不一样的。其实中国人现在就不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啊，没办法接受自己不一样。观点我感觉中日韩、香港、台湾小鲜肉文化都很红，跟欧美明显是爱好肌肉男不一样。王老师觉得这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不是有关系？也不是，西方也有啊。你看日本的小鲜肉，不，西方也有就是只不过我们在衡量这个小鲜肉的时候，它的标准有点不大一样。东方可能更阴柔一点啊，西方也是小鲜肉，不过小鲜肉没那么阴柔，因为大家线条不一样。东方的线条还是比较柔和，西方的线条还是比较粗、比较清晰，所以不一定。西方不是只有肌肉男，也有很多小鲜肉哈，很多小人，像什么你们自己去猜吧，好不好？我觉得东西方文化是有差异，但是西方也有小鲜肉，而且西方的小鲜肉，你去看一下，法国的，16世纪的那种宫廷文化，他们的鲜肉文化来得更早。观点：中共培养了小鲜肉，为了避免造反，现在形势变了，要备战打仗，所以小鲜肉不香了，横竖都是中共自己搞的事儿。
它不是因为打仗，它是所有的文化，等它长到一定的苗头的时候，它就要割掉，因为非我族类。在中共的文化特征就是八大样板戏跟那个宣传画。观点：凡是中共认为控制不了的，就要消灭掉。打击艺人跟比特币本质是一致的，非常对。观点：小鲜肉在大妈圈会火，得看看小鲜肉的特点，年轻温柔。反过来说，就是说明中国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是油腻就是粗暴。电视剧这些本来就是满足幻想、麻痹自己的真实生活的。嗯，人类人类在不同的空间中存在啊，人类一直在不同的空间中存在。那么我们的生活形态提供了我们不同的空间形式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没有其他的手段的时候，我们就做白日梦。白日梦是一种空间存在，我们白天的时候坐在那儿发呆，思绪跑到其他地方去，那是一种空间存在。那么有了电视剧，我们看电视剧啊，我们带入电视剧的生活，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存在。网络生活起来，打游戏是一种空间存在，在这个网络上和别人交往啊，包括在推特上，包括在其他的一些这种互动媒体上，又是一种空间存在。慢慢的你会发现人类社会不断的创造新的空间存在。所以呢，它不是麻痹自己，它是让自己在不同的空间存在，体验不同的人生经历啊，这是人类进化、人类进步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共产党是文化的，我讲共产党的是文化的敌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共产党很敏感，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聚焦在一点上，就是政权。他只要闻着味儿，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有影响的时候，他全部都消灭。你比如说饭圈，饭圈关他什么事？饭圈是小孩子在那里最新的一个组织，哎，他以前不行，你一呼百应，一口气能叫几万人，那你叫几万人来我紫禁城怎么办？这事儿这么一想，就灭掉了。大家一看，这个教培机构，哦，这个教培机构怎么得了？这教培机构我管不了他，他教什么我也不知道，灭掉。中共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他有一大帮的鹰犬帮他在不断的闻这个社会有什么危险的气息，稍微他觉得有危险的气息就把它灭掉。所以我们很多网友很喜欢帮中共去闻，帮中共去闻，哎，这个有什么问题？哎，提醒一下，这我们经常的思维，经常遇到这个又好气又好笑的，就是这种大家觉得我很牛，你看我就看到这个下啊，你在网络上还看到很多人喜欢来炫耀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啊。观点：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大半是靠好莱坞输出，中国只靠小鲜肉，实在是没有文化输出。中国也有文化输出，中国其实你看，在2000年之后，中国电视剧在东南亚市场横扫，中国电视剧在东南亚市场横扫，横扫到什么地步哈？横扫到就是，呃，什么中国的这些什么那些很有名的电视剧，在什么印尼呀、马来西亚的地方，基本上你看到的电视台都在播这些中国的电视剧。那么很可惜，中国电视剧自己给干翻了，给谁干翻？给中宣部给干翻了。所以现在中国电视剧也不行啊，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呐，他不断的闻，所以你到后来你现在没法拍了，电视剧怎么拍，都不知道能不能播出去，你怎么拍？中国不是没有输出的
产品，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没有这个影响力，有的。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是很大的，但是呢，这个习近平又把这件东西割掉了所以习近平干很多事情，所以明天我们的节目就是，明天我们的直播我们就是题目就是习近平执政之后，他推出的政策哪一项政策对中国的危害最大？明天就是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社区发了一个帖子，请大家提出你的观点，我们明天来讨论这件事情，看看他的那些政策，我们来研究研究他的政策，哪一件事情对中国危害最大啊？或者我们也可以讲对中华民族危害最大这个角度可能更好一点。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有但是习近平很很及时的把这个切掉观点：中国这种文化对西方没有吸引力，所以没办法输出。西方唯一流行的亚洲文化是日本漫画和韩国欧巴。韩国欧巴，对，韩国的电影制作，是跑到欧美去。韩国为什么可以跑到欧美去，并不是因为韩剧当然这些年发展的很快，也很好但是其实韩剧和日剧比还是不如日剧，日剧更厉害日剧更深厚一点但是韩剧有个好处是价廉物美便宜。日剧有个问题，日剧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制度性的问题，日剧的版权结构很复杂，所以日剧买卖日剧很麻烦当然它也不便宜啊，所以韩国就用价廉物美去把日剧打败原因在这里观点其实就是社会包容性的问题，就像女装大佬一开始出现在欧美或者日本的时候，也是被各种歧视封杀的，现在已经被多数人接受了，这需要一个包容的社会环境。中国当然是没有这种可能，当然，中国没有包容性观点：据我在3、4线小城市片面观察，年轻人喜欢短视频、综艺、动漫、游戏、网剧。学龄段的还有一个补课来填补大量时间，现在基本上被整治，即便不全面，也会变得对年轻人丧失吸引力，这样会促使更多的年轻人翻墙来看欧美日韩更好的节目，也是另类的加速。OK，情绪，我这个大妈就特别不喜欢小鲜肉，我还是以为国内的观众喜好小鲜肉的口味来自于韩国的影响，男生都美容化妆。近日看了一个西北扶贫剧，男主角黄轩的脸没有经过人工雕琢，有男子气概，反而耳目一新。中国有足够的多样性，中国有这么多人口，有这么大的地方，再有各个不同的层次，所以其实如果不是中共，中国可以诞生出无数种类的电视剧和各种文化现象，会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但是可惜，中共在这里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很可惜。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认识一些做文化的人，哇，你觉得那些奇思妙想真的很好，可惜他们都活不下去原来在宋庄那一带有很多画家、诗人、作家，各种特殊装置。那地方便宜，所以那边聚集了一堆的艺术家，又没什么钱你喝点小酒，抽点小烟什么的。可惜中共不能容忍这些，中共就是文化的敌人。情况，国内很多电视台轮流播抗日剧、抗日神剧和红色革命的连续剧，跟毛泽东相关的题材在 CCTV 播完又重播。这些电视剧、连续剧都是歌颂党文化，内容把以前的侵华日军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拍得很坏。为什么不播欧美或者是日韩在2战发展起来的先进的文化理念？
就怕老百姓了解太多啊，有比较的差异，所以也就理解为何不用考英文，引导新一代的人不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喂大家吃屎呗，啊，就是喂大家吃屎呗，吃着吃着吃着就觉得好吃了呗。观点文化兴起肯定是积极的现象，可以帮平民开放思想。前两天看到一个抖音，是外交部的批评溯源，里面的评论近90%是在嘲笑外交部，说明墙内的老百姓一点也不傻，只是因为禁言，平时大家只能看到五毛罢了。这种现象会是一股力量。当然，中国老百姓很厉害的，真的，中国的老百姓非常的厉害，非常有创造力。就算是在这种高压之下，中国的老百姓非常有创造力。你给他一点点空间，一点点缝隙，他会绽放出你想象不到的花朵，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看到的就是中国，不是的。其实你看到的那是五毛让你看到的中国啊。观点：小时候有一阵子苏芮唱的《跟着感觉走》，风靡大街小巷，后来突然听不到了。电视台报道说，原来是邓小平要大家跟着党走，不要跟着感觉走。虽然当时年纪小，但是说不出来的不对劲啊。观点：这次娱乐圈大地震可能和前几天共同富裕有关。打击这种明星，第一点比较容易获取违法的证据。第二，个人应该比公司组织更容易控制。第三，明星的违法金额都比较大，罚金都比较可观。你看现在对赵薇，赵薇现在给赵薇安各种理由啊，一个跟马云走得近呐，一会儿跟这个股票割韭菜有关。现在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了，他越是这么造舆论，越说明什么？越说明不是那样，我就这么觉得啊。观点：年轻人因为努力也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啊，选择了躺平。大陆大部分也不因为觉得争取基本人权，中国会打击没有用，选择在政治上躺平。现在是选择政治躺平的人在批判生活上躺平的人，真是一个躺平国。OK，观点：30、40年代中国拍的电影水平和当时的欧美电影是一致的，非常对。其实中国在30、40年代的电影产业非常的发达，为什么？自由啊！然后那个时候的上海多厉害啊，所以那个时候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这个电影产业的发达是相当厉害的。你那个时候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香港后来的当然大放异彩，大放异彩的原因是什么？自由嘛，创作自由啊。观点：要想文化大鸣大放，不能限制思想，不能有限制思想，文化才有创新力。中国大陆想提升文化实力，目前在目前的制度和氛围下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啊。提问：老师今天不谈谈今天公开的部分溯源报告吗？没什么东西啊，跟我们之前讲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我就不说了。讲来讲去的那几句话有什么好？我觉得没什么好讲，所以不讲。我们在选择题目的时候，我们有3个标准。我们每天选，我们每天看有很多的新闻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有3个条件，我们会选择。第一个，一定是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件事当然你突发那肯定是突破性的。你说，比如说像你今天提的这个溯源报告，溯源报告没什么突破性，之前已经报道，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这件事情已经大家都知道，不是突破性，所以必须是有突破性的进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重大事件。那我们讲疫情是重大事件，疫情追责是重大事件，溯源是重大事件。阿富汗事件是重大事件，一定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地缘政治、对一个行业都有重大影响。比如说团灭，
行业面教培行业这是个重大事件，所以这是第二个标准，就是你必须是个重大事件，重大的领域，重大的范围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必须在第一轮啊，这是新闻竞争啊，就是说大家都讲过了，我们基本上就不讲啊，大家都知道了，有什么好讲，那就不讲。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在第一个要在第一轮，第二个要突破性的进展，第三个是重大事件。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们才会选择来讲。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讲其他的新闻的原因是，我觉得娘炮文化到周末了，跟大家讲一点这种软性一点。这个星期下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直播一、直播二都是硬菜，都是重大新闻，基本上都是重大新闻，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软性一点啊，也没有太多的突破性的东西。你说一艘美国又派了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从北向南穿过台湾海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每个月都有一艘军舰从北向南穿过台湾海峡，这个月也不例外，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我也不觉得需要讲啊，所以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选择新闻的标准啊。情绪昨天电话得知，在老家哈尔滨的80多岁的奶奶被打疫苗了。奶奶身体一直比较弱，前段时间受伤还没有愈合，好在目前没什么情况，说是21天后还要去打第二针，真是疯了啊！明谢 Rene Mac， 谢谢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去我们帖子下留言啊！明天直播一、直播二明天的直播一是3个平台同播。YouTube、Clubhouse， 还有推特啊，推特也有个直播平台，我们就会在推特的直播平台3个平台同时直播，所以大家尽量的去我们在社区发了个帖子啊，就是明天直播一啊，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那里留言，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请大陆的网友去关注一下 Patreon 啊，利用一下 Patreon， 请大家尽量的利用 Patreon 这个平台的产品。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